那么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紫米20号移动电源，是一个特供版。那这个特供版它的代号叫 QB826G， 那这是在民间流传的一个特殊的版本，它这个输出能够达到210瓦。QB826G 要比 QB826功能要强不少，在闲鱼上加价的话呢，是可以买得到的。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增强版的紫米20号移动电源，这是我刚拿到的时候的一个纸盒。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全彩印刷的，那么紫米826G 的。210瓦输出的一个纸盒，它的那个纸盒其实和紫米20号的移动电源它的包装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一些关键参数上它比原来那个200瓦输出的要更强一些。那紫米的这个10号充电宝，当年一度成为一个最佳的理财产品，因为当年我是紫米10号充电宝刚刚推出的时候呢，就第一批购买，当时也是花了我大几百。后来呢，因为那个锂电池缺货呀，那个2万毫安时的后来出了一个15000毫安时的，这2万毫安时曾经一度它的价格就成了一个翻倍的这个效果。但是那个紫米10号呢，一直陪伴我走到今天，的确是代表了当时的一个巅峰的水准。大概是4、5年前了，它就已经支持这个 PD 45瓦的这个输出了，而且还支持 USB Hub。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紫米10号就是一个神作。那么时隔多年紫米终于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更新换代的产品20号充电宝，为市面上唯一一个支持120瓦小米快充的一个充电宝，所以可以说是没有别的选择了。那我个人对于充电宝来说是高度发烧的，熟悉我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么除了这个紫米10号之外，那我还有那个紫米1万毫安时的 HDMI 输出的，包括我个人还曾经花过将近1000块钱的买入了这个 SuperTank Pro， 就是 SuperTank 征拓的。那咱们今天也顺带聊一聊征拓的这个和紫米20号 Pro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3 ports independent fast charging， 它的这个3个接口都支持快充，3 ports， 而且是独立的通道，它不是共享通道，所以它的这个输出的功率会比较高，而且呢输出的功率很稳定。25000毫安时这是它的一个总容量，那这个容量是刚好可以带上飞机的，因为飞机能够带的最大的充电宝容量是26800毫安时。背后呢是它的一些参数，据说这个版本是只销往国外的，不销往国内的。那么当然国内也是可以买得到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性能输出会比原来那个正常的20号要强了不少。好了，我们来看看包装里面的内容。包装里面的这个充电宝就在这儿了，它和那个之前的100瓦带 HDMI 输出的，它的这个外形的颜色包括质感是比较像的。传言它是这个金属外壳，但是这个上手的手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金属但至少从这个手感上来看，它更像是一个高端的这个工业 PC。正面是它的这个整个的 spec sheet， 那它的详细的每个口都支持什么能力，这里非常复杂也很全能，所以就不给大家念了。在一个电子产品身上能拿到这么多的认证是不那么容易的。这里有一个这个开关，金属开关。单机的话呢，这里有一个显示屏，这个显示屏是用这个激光穿孔工艺的，就是你从正面上看是看不到后面有这个发光的，但是那些微小的穿孔，当那个 LED 点亮之后，可以显示在上面。当年的这个紫米10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是中间一个 C， 两边各一个 A， 那它那个 C 支持 USB PD 的。那时隔多年，现在呢中间是 A， 两边是 C， 因为中间的这个 USB A 是经过特殊改良的。它是只输出不输入。那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这里面有一个橙色的这个 USB-C 的这个接头，这是一个黑色的，所以它的这个输出能力会更强。它是一个达到一个标准 PD， 而它会达到一个100瓦的输出能力，而这个接口可以达到这个120瓦的输出能力，因为它完美的支持了这个小米的那套120瓦的这个极速闪充。好，这是市面上唯一能够买到的支持极速闪充的这个充电宝，当然这个尺寸非常大。之前的这个 SuperTank Pro 就已经非常大到离谱了。那这个的这个长度是 SuperTank Pro 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1.5倍左右。那虽然没有它那么厚，但是整体拿起来可以说也是像一艘这个宇宙飞船一样而且这个包装里面这次没有给收纳袋，所以呢我额外还给它配了一个收纳包，因为这样的外壳在包装里面，在背包里面还是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刮伤和刮痕的。好了，那包装里面还有2个数据线，这2个数据线有不同的这个使命。这个 USB-A 到 USB-C 的，它是完美支持小米120瓦快充的，经过改良的，支持20伏6安的特殊的一根 USB-A 到 USB-C 的极速快充数据线。所以这个我经过验证，它和这个小米官方给的那120瓦充电头的那根线，它这种材质包括各个性能方面达到完美的一致的。所以呢，如果说你出去不愿意带这样一个充电宝，那用这么一套，实际上也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上个厕所手机就是充满电的这种体验。好，另外一根就是这个黑色的亮面高光的 USB-C 到 C 的一根快充线。这说明书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语言它没有这个中文版，可能因为这个版本只销往国外。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一页这一页很长，
我给大家看看，停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放大去观看它的 Output 1、Output 2、Output 3各支持什么样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挑重点跟大家说啊，它的这个 Input。在这个 Input 1是支持100瓦速度的，这个是相比于经典的紫米20号这个充电宝最大的不同，因为那个紫米20号它最大的输入功率是65瓦，而这个达到100瓦，所以它自充的速度会比那个更快。另外一个 Type C 呢是这个20伏2.25安，也就是45瓦的这个快充，所以如果你用 Input 1的话，那它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自身的这个满电。这3个接口啊都可以完成独立的输出，巅峰的这个输出额定功率能达到210瓦，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 Output 1能够输出20伏5安，也就是100瓦的功率，而 Output 2呢是这个20伏3.25安，也就是65瓦的功率，然后 Output 3呢是这个45瓦的功率，所以呢加起来就是这个100加65加45，就达到了一个210瓦的总功率。所以它同时带3个设备，或者它同时带2个笔记本电脑，这个都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单看一个口的输出能力的话呢，那么一口的最大能力就是输出100瓦，而2口它会有特殊的这个标记，它说的是20伏5安100瓦 Max。但是经过我的实测呀，它同样是支持这个20伏6安的，因为经过那个小米的那个魔改的数据线，可以输出120瓦的功率，实现极速快充。而且它这里也标注 Not genuine USB-A to USB-C cable， 就是你一定要用这个包装里面的这根线，它是一个特殊经过改造的这个支持6安电流能力的一根线，或者你用那个120瓦产充头标配的这根线。除此之外是达不到那个输出能力的。那这个 Output 3的话呢，最高是20伏2.25安，就是45瓦。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USB PD 的这个协议，它的这个操作温度区间比较窄，是5到35，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极寒的地区去使用这个充电宝。那整个的这个三维尺寸188，它长度接近了20个厘米，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个相当硬核的一个设备。100瓦的这个输入，经过一口，那2.5小时可以完全达到满电的回电。好，我们来看看中间这个 USB-A 口，现在我还剩70%的电。我们来枚举一下快充，像这个 Apple 2.4啊、DCP 1.5啊、QC 2.0、QC 3.0啊，一般都是全部支持的。是华为和三星那个快充协议，它是不支持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PD 协议也非常的全，它的这个整个的特性啊是20伏5安，肯定是支持100瓦的，但同时呢，它支持这个变电压输出，就是 PPS 的5到11伏3安和5到20伏的3安。好，另外一个 C 口它的这个能力啊和一口差不多，但是在这个峰值输出能力会低一些，它的峰值能力是20伏2.25安，那也就是45瓦或者是15伏3安。我们看到这两个在这块有一点点的区别。自充的功率我们来验证一下，因为刚好手里有一个挣脱的这个充电宝，我们来看看用它能不能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充电的功率。我们用这个一口，那现在是在这个70%的这个充电的功率下，那现在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来到了63.7瓦。但是有朋友测试过，就是通过这个苹果的100瓦的 PD 头给它回电，它的这个功率能跑到89，甚至是90多，那接近100。所以呢，这个100瓦肯定不是虚标的。那它的这个能力确实是要比这个20经典版的紫米20是要强一些的。另外就是它这个口啊，支持这个小米的这个快充，这点需要说明的就是，不管是 QB826还是826G 都支持这样一个能力。我们来看一看。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呢，握手成功，目前就在以120瓦的功率呢在进行充电。那这个当时我在京东和一些淘宝上也都看到一些朋友在问这件事到底支不支持，所以经过我的验证呢，是完美的兼容120瓦的充电的。所以这个充电宝在外出的时候呢，非常的好用，那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负担的存在。那这个供个笔记本电脑，或者是供我的2台就是 iPad， 同时供 iPad 还有 MacBook Pro 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出去的时候比较放心。另外呢，这个充小米手机确实很快，所以呢，整体的使用体验可以说是在2022年呢目前体验拉满的一个状态。另外，就关于紫米20号充电宝，大家如果想了解更专业内容，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充电头网。充电头网是一群由非常专业的这些从业者去成立的一个组织。那么他们对充电宝会进行这个芯片级的解读和拆解，那给大家在他们频道会学到非常多的内容。那实际上我玩充电宝也是因为看了他们的介绍，那一步一步入坑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紫米20号更深入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充电头网，他们有详细的这个协议测试，还有拆解分析，以及甚至他们会告诉你里面的设计原理，那会给你一个更加硬核的体验。那咱们这个频道啊，今天啊也能力有限呀，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么希望对你创作有所帮助和启发。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转发、点赞、3连关注。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